怎么？你沾了荤腥了吗？是，而且不止沾了荤腥。你喝了酒了吗？师父在上，弟子所犯戒律，还有更胜于这些戒律的。跪下！你小小年纪，胆大妄为，你敢犯那么多戒律？今天我要是不揍你一顿，难消我心中的恶气。你不疼吗？师兄，既然是责罚，不该手下留情。师兄，请尽全力。师兄打得好，师兄打得对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稍作休息，再做责罚。起来，我罚死你！我小僧犯戒众多，理应受到重罚才是。对，重罚！我罚你每天挑100担粪水给我浇菜，少挑1担，我用这个鞭子，我用硬扁担，我打断你的腿，我好。快去呀！哦。这一世人，谁在笑我？不疯魔不成活，终身一情，山后海阔，一切皆有所得。前尘事多，竟然默默，等它干涸再着色。繁星之春，千秋万壑，皆与泪滂沱。人生若有你多，这生死又如何？何惧让我却化作强河？年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波。人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何？今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年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波。今生若有你多，其富贵又如何？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？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。用点劲儿！你看这路烂成这样，你也不会搞一下。
哎呦，师兄，师兄，哟，怎么还带着呀？来，师兄，这不是本寺的规矩吗？你这说解就解，哼，哪那么多话？那师兄，我来，我来。师兄，喝水。多谢师兄。这两日多有得罪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好不好？师兄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还是不原谅我呀？你不原谅我，师兄，这又是何意啊？不是啊，我要保住我的眼珠子，除非你亲口答应原谅我。师兄，你这说的又是哪里话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挖你的眼珠子呀。你没说过，他们说过呀。他们说你只要不亲口说饶恕我，就把我的眼珠子给挖了，把眼珠子给挖了。师兄，好，师兄，我原谅你。真的啊，师兄，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师兄，你别这样。方丈集中民众，必是庙里出了什么大事了。师兄啊，我可以去看看吗？可以，快。师父，不是让你在菜园子领罚吗？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师父，我在菜园子听到敲钟的声音，所以我就跟方丈来了，方丈来了，站好，来，站这儿。这位是五台山清凉寺方丈神山上人。这位大师是来自我佛天竺上国，法名哲罗星。还有河南开封府大相国寺观心大师，江南普渡寺道清大师，长安净影寺荣智大师。大家参见了。几位大师今日同时降临，实是我寺荣光。审判大师开坛说法，弘扬佛意，何寺众生同受教义。不敢当，少林庄严宝刹，小僧心仪已久，几十年前便来投拜求见，却被拒之门外。
小僧当年来宝刹求戒，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数百年植武林牛儿，武学渊源。更要紧的是，天下传言少林寺戒律精严，处事平正。岂知天下竟有名不副实之事啊！早知如此，小僧当年不会有少林之行的。师兄，何出此言？少林寺一非官府，二非道寨，何以擅自扣押外人，不许离去？请问方丈，少林寺犯下这等残凶霸道的行径，还能称得上佛门善地4个字吗？上人指摘敝寺强凶霸道，这未免严重了。这位哲罗星师兄的师弟波罗星大师，可是给贵寺扣押在内。7年前，天竺高僧波罗星师兄光降敝寺，何寺僧众皆大欢喜，恭敬接待。波罗星师兄称，天竺国外道盛行，佛经大半散失。方丈师兄当即陪同他前赴藏经楼。本寺的玄残师弟奉方丈师兄之命，督率僧众帮统抄经，岂知竟然发现这位波罗星师兄每晚深夜悄悄潜入藏经楼密阁中，偷阅本寺的武功秘籍。这些秘籍与佛法全无干系。本寺数百年的规矩是，秘籍不能泄示于外人。玄残师弟与他交手下，竟然察觉他不光偷阅武功秘籍，而已然练成了少林72绝技中的3项武功。我少林派武功虽然平平无奇，但列祖列宗的规矩是，非本派弟子不传，因此只能请他常驻本寺，受佛法熏陶。一来盼他能开悟正道，二来也免去了种种后患。几年来，敝寺对这位波罗星师兄是好生供养，除了请他不必离寺之外，从未失过恭敬之意。武功高下，全凭个人修为，拳经剑谱之类实属次要。要是有哪一位英雄好汉能到我清凉寺中盗走了敝寺的拳经剑谱，老衲除了自认无能，无话可说。好，人家瞧一瞧你的拳经剑谱、武学法门，还能将人家关上一辈子啊！这简直岂有此理吧！倘若这些武功典籍平平无奇，公诸于世，又有何碍？但敝寺的拳法剑经内容精微，武林中素有钦仰。倘若如果有外人把它盗去，公诸于外，辗转落入那些狂妄自大、心胸狭隘之辈手中，那将是祸害无穷，绝非是武林之福啊！哲罗星万里东来，难道方丈连他和师兄弟相会也是不许吗？今时二位步步紧逼，老衲若不肯让波罗星师兄出现，好像是少林寺理亏了。有请波罗星师兄。有请波罗星师兄，有请波罗星师兄。师弟，少林寺方丈说假话。波罗星根本没有偷武功书，他只看了佛家书。波罗星师兄，你若撒谎，就不怕堕阿鼻地狱吗？我绝不撒谎。我少林派的大金刚拳法，
你偷看过没有？没有，我只借看了部《金刚经》。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，你偷看过没有？没有，我只借看了《小品般若经》。那么我少林派的摩诃指诀，难道你也没有偷看过吗？那日我玄残师弟遇到你的时候，你不正是偷了这个指诀，从藏经阁溜出来吗？小僧只借过一部《摩诃僧之律》。小僧无礼，恕罪则个，还请几位师兄主持公道。适才般若星所使的3招，第1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无缝，第2招似乎是摩诃指中的以逸待劳，第3招是大金刚拳的七星聚会。正是。中土佛门果然受惠于天竺佛国不浅啊！当年达摩祖师携天竺武技东来，传入少林，东西为一，万法同源，可以说是武学中的无分别境界了。本寺的佛法与武功都传自达摩祖师，一点不假。但这般若掌法，乃是本寺第8代方丈圆圆大师所创。摩诃指诀是一位在本寺挂单40余年的七指头陀所创，而这大金刚掌法，则是本寺第11代通字辈6位高僧，穷36年之功，共同研究而成。你说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都是传自天竺，那自是精熟无比，此事真假极易明白。小僧要领教大师这3门武功的高招。小僧所使招数绝不出这3门武功之外，大师下手指点时，也请以这3门武功为限。天竺武功，小僧虽略知大要，但不能每一样都精通。据闻少林寺有72门绝技，敢问师兄是否每一样都精通呢？倘若小僧请师兄施展72门绝技中的3项，师兄是否能展示得出呢？你天竺大德，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讲论武功，实乃盛事。小僧能否有缘做个不速之客，在旁恭听双方的高见？是谁？谁在说话？既是佛门同道，便请光临吧。小僧鸠摩智拜见少林寺方丈。
谁呀？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吐蕃国师到了。毕寺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，便请国师主持公道，代为分辨是非。国师，方丈要小僧来主持公道，万万不敢。不过，刚才我在山门之外，听到哲罗星大师和玄残大师对武学的争论，小僧倒是觉得你们二位所说的都有不对之处。敬请国师指点开示。哲罗星师兄，你刚才说少林寺的72绝学，似乎没有人可以门门精通，此话差矣。而师兄，你刚才说的摩诃指、般若掌和大金刚拳，乃是贵寺的密不外传的绝学，除了少林寺嫡传弟子之外，外人不可能知晓。这句话也不对。据国师所言，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必派72门绝技。不错。敢问这位大英雄是谁？英雄嘛，倒是愧不敢当啊。便是国师。正是。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可以解决？一个人，难道还是谢谢吧？国师并非我少林派中人，然则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，却也精通吗？那就请诸位大师多多指点。金刚拳的落中东应，般若掌中的摄伏外道，还有摩诃指中的三入地狱，这国师神技，令小僧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老衲数十年苦学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般若星师兄，少林寺潜水难养蛟龙，伏泊之地留不住侠客，你请自便吧。且慢！照方丈所言，少林寺的72绝学，并非是少林寺原创，那这个“绝”字，就该改一改了吧？但是师父，这鸠摩智他武功是高，但是他用的不是我们少林寺的武功。瞎说！方丈都没有异议，你如何敢说这样的话？鸠摩智国师连使的3门绝技，你连学都没有学过，又怎知他不是我少林武功？愚蠢！愚蠢！师父，是真的，他用的武功虽然是，但是我们少林寺的招式，但他的内功不。别说了。怕了，方丈师兄，你不如依小僧所言，今日就将这少林寺散了吧。国师已占上风，其本次方丈也允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，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，不留丝毫余地？小僧我独自一人来到中途，
就想见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。今日见了诸位大师的言谈，见了大师们的举止，还不如南疆大理国的天龙寺。小僧我也是大大的失望啊！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和本因方丈佛法渊深，凡我世弟子无不敬仰。出家人早已断了争强斗胜之念。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，岂足介意？早就听闻玄度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，若今日能够得见，那也是三生有幸了。谭师傅，谭师傅，谭师傅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谭师伯，把这个吃掉。谭师伯，千万不要运功，这样伤口会流血的。国师的拈花指如此了得，老衲拜服。谭师伯，这个人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也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虚竹，别瞎说。你说小僧我用的这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功，那你把少林寺的绝学置于何处呢？我太师伯用的就是拈花指，是我们佛门正宗的武学，而你用的不是拈花指，用的也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你承认啊？你用的不是。你少林寺武功明明打不过人家，那就甘拜下风，找什么借口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没有找借口，他用的不是拈花指。师傅，他用的真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佛门。既然打不过人家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这位师傅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，他用。之下，他还在狡辩，打不过人家。对呀，哎呀，回来吧，啊，师傅，也就回来吧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？对呀，方丈，师傅。他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。谭师伯，他真的用的不是佛门的武功，不是佛门武功啊！谭师伯，你们听我说，他真的用的不是少林的武功啊！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他真的用的不是拈花指，不是少林武功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真的不是少林武功。回来吧，回来啊！下就说了，对呀。小和尚，功夫不错呀。那你再看看我这招般若掌，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？
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？小和尚使的不是佛门功夫啊！对呀，我到你们少林寺了，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，还有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。阿弥陀佛，国师误会了，小僧天资愚钝，入寺后只学了韦陀掌、罗汉拳这种入门级的武功，小僧万万如何，不敢和国师比武，小僧冒昧了。哼，你倒还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不敌就退下吧。是。虚竹，方丈师父，你是本寺第3代传人，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逢，你便以少林寺罗汉拳与韦陀掌的功夫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方丈怎么让他去啊？他是那个想，怎么会让他去？你怎么让他去？我什么都没用，手里的变化，是，行吗？是。阿弥陀佛。虚竹会不会被打死啊？看吧。阿弥陀佛。小和尚，这下服了吧？施主，没事吧？施主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施主，救命啊！难道是北冥神功护体？持他此拳并无大碍。受我一拳竟无事。随行退。这是多罗之法。燃木刀法，好快！千手如来掌，真是厉害呀！此人自称一身兼通本派72门绝技，莫非大言虚语？虚竹仅需一招黑虎掏心就能应付自如，甚是难得呀！罗汉堂的菠萝蜜手，大水杯手，
伏魔爪。少林武学果然浩瀚日夜，高深精妙。主人，小心！休要杀他！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谁呀？不知道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这身打扮？主人，是他主人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主人？对呀，主人。少林寺不光以众欺寡，而且还暗藏春色。春色？啊？哪来的春色？居然是这种人！是啊。哎呀，这是不是该呀？罪过之呢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列位师兄，还是先请示斋饭吧，再做论处。少林寺除玄字辈众位师兄弟外，其余众生各回僧房。虚竹、慧伦，你们留下。4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。是。原来如此，若非你有此番奇遇，又怎能敌得过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？方丈师父，弟子无名障重，尘垢不除，一遇外魔便把持不住，接连犯了婚戒、杀戒、酒戒、淫戒。弟子还背弃本门，学练旁门外道武功。招致4位姑娘来我少林寺，毁我少林寺清誉。弟子罪大恶极，罚不胜罚，但是弟子还是想请我佛慈悲，方丈慈悲。各位师兄师弟，虚竹有此番遭遇，委实大异寻常。事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清誉，老衲一人不便擅自做主，邀请众位共同斟酌。启禀方丈，虚竹过失虽大，但功劳却也不小。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，本寺在武林中哪里还有立足之地？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声誉，这等奇耻大辱，全仗虚竹一人挽救。依小僧之见，命他忏悔前非，抵消罪业，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技，此后不得出寺，不得过问外物，也就是了。以他武功造诣，这达摩院也是去得，但他所学乃旁门武功，少林寺达摩院能否容下这旁门高手？玄才师弟可曾细想过此节呀？以师兄之见，那便如何？虚竹有功有过，有功当讲，
有过当法。那4位姑娘来到本寺乔装为僧，并非虚竹授意。咱们坦诚向鸠摩智及神山诸位说明真相，他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们无愧于心，更不必理会旁人妄加猜测。但虚竹他背弃本门，另学旁门武功，这少林寺只怕是再也容不了他。虚竹仗着自己的武功连犯诸般戒律，本应废去他的武功，逐出山门，怎奈他之前的武功早已为人化去，现在的武功并非出自本门，咱们无权废去。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、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弟子恳请你们慈悲开恩，给虚竹一条重新改过之路吧。不管什么惩罚，弟子都甘心领受的。只求诸位不要将虚竹赶出寺去。弟子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求你们了！虚竹，方丈，且听老僧一言。眼前还有6件大事尚未妥善解决，若现在将虚竹逐出寺去，那可难了。师弟所说的6件大事，第1件是鸠摩智未退，其2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武经，那第3件乃是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欲为武林盟主。师弟，那其余的3件何止？悬悲、悬难、悬苦3位师弟的性命，阿弥陀佛。老衲只为本寺方丈，于此6件大事，无1件能善为料理，为师汗颜。可虚竹身上的功夫全是逍遥派的武学，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还要靠别的门派料理不成？以方丈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我辈皆承前辈衣钵，今日遭逢极大难关。以老衲之见，当依正道行事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倘若大家齐心尽力，得保少林清誉，那实乃我佛慈悲。若魔盛道衰，老衲与各位师兄师弟以命护寺，以身护教，这也问心无愧。少林寺千百年，造福天下不浅，善缘深厚。相信，即使只是一时受挫，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、永无复兴之日。方丈高见，愿遵法旨。玄寂师弟，明日一早，你来执行本寺戒律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是。玄参师弟，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与众位高僧，明日请他们到演武阁来，做个见证。是。虚竹，今日你大大有功，但当下还是要以本寺的清誉为重。请方丈师父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放心，明日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有畏缩乞怜之相，让他们外人看不起我佛门弟子。
过是列位师兄师弟。少林寺虚字辈弟子虚竹，身犯杀戒、淫戒、酒戒、荤戒4大戒律，私学旁门别派武功，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。少林寺戒律院首作玄记，便依律惩处，不得宽待。虚竹，方丈所指罪业，你都承认吗？弟子承认，弟子罪孽深重，没有什么想辩解的，弟子甘愿受罚。虚竹，擅犯杀、淫、荤、酒4大戒律，罚你当众重打100棍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。你未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傅许可，擅学旁门武功，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，从今而后不再为少林派弟子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，太师叔慈悲。可惜，可惜。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，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便当出教还俗，不得再为佛家弟子。从今而后，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。如此处置，你心服吗？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，诸位太师伯、太师叔，诸位师伯、师叔、师父，你们个个对弟子恩重如山，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弟子不孝，有负诸位教诲。方丈师兄，玄寂师兄，依小僧所见，小佛兄迷途知返，大有悔改之意，何不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呢？师兄指点的是，但佛门广大，天下何处不可容身？虚竹，罚你破门出戒，绝非对你心存恶念，断你皈依我佛之路。天下庄严宝刹，何止千万？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，盼你另投明寺，发弘誓愿，清净身心，以早正正觉。就算不再出家为僧，也要勤修6度万行，一般也可证道，为大菩萨成佛。方丈师父教诲，虚竹终生不忘。慧伦，弟子在。你身为虚竹业师，平日惰于教诲，以致今日之祸，罚你受杖30棍，入戒律院面壁忏悔3年，你可心服啊？弟子心服。太师伯，弟子想替师父受这30杖责。既是如此，虚竹共受杖责130棍，掌刑弟子取棍伺候。是。弟子在。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好门人弟子，
令他们不致为非作歹，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，多积善因。在家出家，都是一样。破门之事不可废，那杖责就免了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少林寺重视你们的清规戒律，执法甚严，没想到却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啊！灵鹫公主德行天地，威震四方，古今无比。怎么，你们少林寺今日是要欺软怕硬，看人下菜碟吗？国师大义见责，老衲知错了。虚竹，你尚是少林弟子，受杖刑吧。弟子虚竹，身犯戒律，恭领戒律院杖责。怎么了？这是谁呀？弟子虚竹，可还有何辩解？没有。执法僧，行杖。你背上是什么？你不认得你的娘了，啊？娘，你是我的娘？是啊，我是你的娘啊！我的娘？我生你不久后，就在你的背上，还有你的屁股上，烧上了9个戒点香疤。你的屁股上是不是有9个戒点香疤啊？是，你是我的娘。我是你的娘啊，儿啊，疼不疼？冷不冷啊？啊！快把衣服穿上，一定很冷吧？很疼吧？啊，儿啊，叫娘，叫娘啊！叫娘，娘，娘，儿啊，娘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这24年来，娘白天也想你，夜晚也想你。
我欺别人家有孩子，可是那人却把我的孩子偷去了，于是我就把别人家的孩子又偷来。可是别人家的孩子哪有自己的孩子好啊？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三妹，你老是偷别人家白白胖胖的儿子来玩，原来是这个缘故啊！哎，巨猪小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娘呢是我的义妹，按理说啊，你得叫我一声岳二伯，哎，是不是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个真不对。哎，虚竹子是你师傅的把兄，按理说呢，你该叫他师伯。他母亲呢，我又是他义弟，按辈分啊，你算算，比你高2倍。你快叫我师叔祖。呸！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许你打他。阿弥陀佛，众僧暂时住手。是哪个天杀的狗贼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？儿啊，我们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这个狗贼。你娘我斗不过他们，但是我儿武功高强，你要替娘报仇雪恨。你这孩儿是给人偷去的还是抢去的？你是谁？你脸上的血痕从何而来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你不认得我吗？是你，就是你！不错，你的孩子是我抢的，你脸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和你无冤无仇，素未谋面，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孩子？你让我这24年来受尽了多少的折磨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是为什么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不能说。我不能说。娘，我爹爹是谁啊？我不能说呀，我不能说。叶二娘，你本来是个温柔美貌、端庄贤淑的姑娘，可你在18岁那年，受了一个武功高强、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诱，失身于他，生下了这个孩子。我说的对吗？娘，是吗？是。不，他没有引诱我，是我引诱的他。这男子只顾到自己的名声前程，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未嫁生子，处境是何等凄惨。不，他顾到我了，他给了我许多银两，让我好好的安顿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。那他为什么让你漂泊于江湖？和他没关系，我不能嫁给他，他怎么能娶我呢？他待我向来很好，他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连累他，他是个好人。那娘，我爹到底是谁啊？这叶二娘恶名昭彰，但对当年的情郎却是情深意重啊。只不知这抛弃她的男人是谁？想来那人定是武功高强，
地位颇高，是以不敢告人。之前这4大恶人同夫大礼，要找段王爷的麻烦，莫非？我所识女子的确不少，若是与我有关，又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？纵然是在天下英雄面前名誉扫地，我段母也绝不能如此亏待她。这孩子的父亲就在此间。你为什么不把他指出来？娘，我见是谁？我不能说。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孩子身上烫了27处戒点香疤？难道他一生下来你就想让他当和尚吗？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在他背上烧了香疤？我不知道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别再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娘，你要是不说，我替你说。这孩子的父亲是位佛门弟子，而且还是一位得道高僧。上面人话。孩儿，阿弥陀佛。儿啊，赶紧扶娘下山，这个仇我们不报了。快扶娘下山，快走！你不报仇，我却要报仇。燕儿娘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抢你的孩子？是因为有人把我的孩子抢了去，令我家破人亡。你的孩子也是被人抢去了，你是为了报仇？不错，我当年抢了你的孩子，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中，由少林武僧将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有人也抢了我的亲生骨肉，把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你想不想看看我的真实面目？怎么有2个乔峰？是啊，不太像乔峰，不是乔峰。这人年龄比他大多了，只是这2人相貌极其相似呀，若不仔细分辨，还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。难道他是？你是我爹。不错，我正是你爹爹。咱们父子2个长相身材如此相似，不用相认，我自然是你老子。咱们大辽国的男人都有这个印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30年前，雁门关外，你娘惨遭杀害。当日我伤心欲绝，欲跳崖自尽，不想命不该绝，跳于谷底一桩树枝之上，竟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为父死志已去，便兴复仇之念。雁门关外，那些中原武士不问缘由，杀害了你手无寸铁的娘。孩子，此仇该不该报？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焉能不报？当日杀害你母亲的仇人中，有大半都被我已除去。丐帮的前任帮主汪建通染病身故，只剩下那领头的大仇人，他至今仍然健在。孩子，你说该拿此人怎么办？此人是谁？此人是谁？你爹我当年是辽国的山军总教头，深受萧太后的器重。那日我与你娘怀抱着你，准备去外婆家，恰逢属下来报，说我大辽国皇帝轻信谗言，要举兵伐宋，我甚觉不妥。本想回到上京，便当面亲自劝谏，可不想半路杀出数十名宋国武士，将你娘杀害。他们不知在哪里听说我要去少林寺道经，自以为为大宋办了件天大的好事，殊不知正因如此，才使得辽宋两国征战连连，民不聊生。这30年来，我藏在少林寺当中，将你们的经书瞧了个饱。少林寺的高僧们，你们有本事，今天就把我杀了，否则你们的少林武籍就必将流入我们大辽国。到时候你们再在雁门关外埋伏的话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这么说，当年那个人杀我娘，可以说算是误会，并非出于恶意。可他杀了我养父养母，害我背负着恶名。你错了，凤儿，那乔氏夫妇是我所杀。啊！是他杀的。他为什么要？养父养母待我极有恩义，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本来我们一家人和睦，何其之乐！他们宋国武士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你抢了去。那乔氏夫妇冒充你的亲生父母，他们不仅夺走了我的天伦之乐，还不把真相告诉你。此人岂不该死？那放火焚了单家，杀了赵钱孙，谈婆的也是你。不错，都是你爹爹我所杀。当年雁门关外杀害你娘的人是谁？这些人明明知道，却个个不肯说出真相，袒护于他。此人岂不该死？我苦苦追寻的大恶人，竟是我爹。少林寺玄苦大师亲授我武功，10年中寒暑不断，我能有今日，全靠大师栽培。为何？
这些南朝武人个个阴险狡诈，有什么好人？当年杀害你娘的仇人中，有丐帮的帮主，也有少林派的高僧。他们只想永远隐瞒这段血腥的罪恶，将我的儿子变成汉人，拜他的仇人为师。那日晚，我打了玄苦一掌之后，便隐身在旁。随后，你又去拜见那个秃驴，他那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确实可笑。原来这一切是小远山二为，看来以前是错怪小峰了。哼，他父子同体，老子作恶怪到儿子头上，其实啊没什么不该，又哪知道冤枉了他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天小沙弥会误认为是我。当年带领中原武人在雁门关埋伏的首恶，爹可知道是谁啊？那是当然，岂有不探查明白之理？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若一掌打死他，岂不便宜了他？叶二娘，你是跟谁生下了这个孩子？你要是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在少林寺隐伏30几年，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的眼睛？你在紫云洞相会，找乔婆婆为你接生，这些事情，你要我一五一十的当众说出来吗？好。不！小老英雄，我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大仁大义，放过他吧！我的孩儿和你家公子是八拜之交，求你看在他年纪这么大的份上，还有现在的江湖地位，你要杀要打，你冲我来！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小老英雄，娘，娘，快起来，娘，快起来！善哉，善哉。既造业因，便有业果。虚竹，你过来。不要！娘，放心，没事的啊。你在少林寺24年，我竟然不知道，你便是我的儿子。方丈的儿子，还是真样啊！这个我是儿子不认了，你也是我的大人，怎么干出这种事？干出这种事，方丈怎么办？萧老施主，你与令郎分离30年，不得相见。可你早就知道，
他已经武功练成，声名鹊起，成为江湖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汉，想必自然会欣慰啊。而我与我儿日日相见，却只知他被强者掳去，不知生死，反而日夜为此而悬心不已。你别再说了，说这些又有何用呢？二娘，既然做下了恶业，反悔固然无用，隐瞒也没有用，都是这些年，让你受苦了。我不苦，你不能说的苦，才是真的苦。萧老施主，雁门关外一役，老衲铸成种种大错。众兄弟为了包庇此事，又一一送命。老衲今天就是再死，为时已晚。慕容博老施主，当日你假传音讯，你说契丹武士要大举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。事到今日，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丝丝的愧疚？所以当年的大恶人是慕容博。方丈大师眼光果然厉害，居然将在下认了出来。天，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！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！爹，原来你没死啊！慕容施主，你我交好多年，老衲素来敬重你的为人，对你自是深信不疑。之后误杀好人，老衲有心询问一二，却听到你因病去世的消息，知道你和老衲一般，也是误信谗言，心中内疚，所以英年早逝。如今看来，原来爹假传音讯，是为了挑起宋辽两国的斗争，便可借此机会复兴我们大燕国。慕容施主，原来你姑苏慕容氏是帝王之敌，你所图谋的大事，事实证明终究难成，还害了许多无辜的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如此说来，我玄卑师弟也是受你所害。你想挑起大力段氏和少林派的纷争，因此痛下杀手。你本想是段家的一阳指，只是你学艺不精，无奈你只能使用你慕容家的看家本领，最终偷袭害死了我的师弟。慕容施主，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实在残忍至极。老方丈，
了不起，只可惜你明察秋毫之末，却未见于心。我与萧兄在贵寺隐藏多年，你竟一无所知。明白别人容易，明白自己甚难。克敌不易，克服自己的贪嗔痴三毒，真是难于登天。老方丈，念在你我昔日相交多年的故人之意，我都会直言相告。你还有什么事情想问在下的吗？马大元是被他的妻子和白世静合谋害死。段王爷曾言，白世静是被一蒙面人所杀，但不知那蒙面人究竟是你慕容施主，还是萧老施主？白世静是我杀的，我萧某平生最恨背叛之人，此人背叛我而在先，我自然是容不得他。别走，爹。我少林寺乃佛门善地，非是私相殴斗之场，众位施主请勿擅进。阿弥陀佛。非也，非也，此少林非彼少林了吧？现在的少林寺已经成了专养私生子的善地了。阿弥陀佛。老衲身犯佛门大戒，有玷少林清誉，玄机师弟，依照本寺戒规，应当如何处罚？这个，师兄。按律处罚，虚竹，上前接受处罚。娘，这个罚我是一定要受的，你放心，没事的。执法僧，将虚竹处罚130棍。是是。禀方丈，受刑完毕。
自此刻起，你破门还俗，再也不是少林寺的僧侣了。我没事。玄慈犯了淫戒，与虚竹同罪，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，将玄慈重责200棍。少林寺清誉攸关，绝不可徇私舞弊。方丈，方丈。少林寺千年清誉，岂能毁在我的手里？是。执法僧，用杖。用杖。师兄，快运功护身呐！玄寂大师，贵寺尊重洪门戒法，方丈一体受刑在下，万分钦佩。但玄慈大师年纪老迈，又不肯运功护体，这200下只怕是经受不起啊！娘，在下且求个情，眼下已经打了80仗了，其余之数暂且记下吧。正是，我们也来讨个情。算了，老和尚年事已高，就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多谢众位的好意，可是戒律不可违。执法僧，继续。师兄，快运功护身啊！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引诱了他，余下的棍子就由我来拔，好不好？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是啊，你不是佛门女尼，看不破爱人，何罪之有？玉柱，爹，你把你娘扶下去。爹，走。法僧，行刑！刑杖完毕。爹，
20余年来，我可是日夜牵挂着你们母子2人。姐。我知道，我自己犯下了大错。可是我是无人可以忏悔啊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可以解脱了。爹，心无挂碍，人生于世，有爱有欲。烦恼多苦啊，解脱为乐。方丈，师兄，爹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我而去呢？阿弥陀佛。我们一家人今天才刚刚相遇啊，娘。我们一家人才刚刚相遇，娘。